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大家好，我是雷文。90年發布的遊戏已經講了好幾期了，如果是一直看這個系列的朋友，不知道是否能在遊戲的發售日期上發現一些規律，特別是日版遊戲的發售日期。絕大部分的日版遊戲發售時間都集中在1個月之內幾個特定的日期，這些日期基本上都是周五。實際上這是在幾年的發展之後形成的一種業界生態。每周一和周二2天廠商送 ROM 和試玩，周三是大部分的游戲雜誌常規的截稿日，周四雜誌印刷，游戏的零售商店周中进貨，周四和周五實體卡帶到貨。當時的學生周五放學去零售店買新遊戲，周末就能在家享受快樂時光。這一套節奏漸漸形成了固定的規律，後來很多人甚至誤認為這是任天堂規定的。當然廠商也可以避開周五這個時間，但不按套路來明顯會吃虧，所以這也算是行業的潛規則了。下面進入主題，接着來看1990年4月發布的遊戲。奧特曼俱樂部2，歸來吧奧特曼俱樂部。遊戲名字讀起來有些繞口，万代的奧特曼主題的遊戲之前已經介紹過不少了，奧特曼俱樂部是其中單獨的一個分支系列。這個系列的特色是讓不同的奧特曼角色聚在一個遊戲裡，並且以 SD 的形象出現。上一部作品《奧特曼俱樂部地球奪环戰》1988年10月發布的磁碟機版本，在第42期節目裡介紹過。本作改成了卡帶形式發售，發行方Yutaka當時算是萬代的一部分。奧特曼的遊戲不管形式怎麼變，主題都還是对抗各種外星怪獸。故事開始於宇宙警衛隊的奧特曼接到地球基地指揮官佐菲的命令，前往遭到巴爾坦星人襲擊的皮格蒙村。之後奧特曼兄弟們陸續解決發生在各地的入侵事件。本作和之前一樣採用了 RPG 的形式，但在玩法上有些變化。探索時是經典的俯視角，角色圖形做得比較大。游戲中沒有金錢和裝備的概念，所以在城鎮也沒有購買武器裝備這部分的內容，也沒有旅店。恢復生命的方式是回到基地，在大地圖上移動時還可以像特攝劇一樣在天上飛行，不受地形的影響。空中和地面遇到的敵人強度有所區別，戰鬥依然是隨機遭遇，切換戰鬥畫面。這裡的戰鬥系統相比前作變化很大，從之前的勇者鬥惡龍式的第一人稱回合制，變成了最終幻想式的側向視角回合制。畫面左邊顯示敵人，右側顯示奧特曼的角色。主角团隊最多組成3人的隊伍，攻擊被攻擊的時候，雙方角色都有不同的表情和動作。畫面下方有 RPG 裡常見的戰鬥、道具和逃跑等指令。當然，作為奧特曼的遊戲，每個奧特曼的專屬必殺技是不能少的。不過在這裡，必殺技出現的方式比較特別，當被攻擊，生命值下降，有一定的概率出現單獨的必殺技指令。每個角色擁有4種必殺技，像是經典的射線、光環和屏障等等，但出現的招式和數量是隨機的，1到4個不等，包括了攻擊、提升防禦、復活隊友甚至祭死等效果。此外，戰鬥畫面的左下方除了顯示角色的體力值，還有一個膠囊。遊戲裡可以使用膠囊怪獸，是從作品裡出現的普通怪獸中挑選出來的，除了用於戰鬥，也有體力恢復和地牢突出等效果，相當於魔法。可以使用的角色除了初代奧特曼，還有赛文、傑克、艾斯和泰羅共5名隊員。他們的區別主要是屬性的構成，以及擅長的必殺技和不同的膠囊怪獸。整個的流程要經過5大區域：地球、月球、多坤星、怪獸牧場和奧特曼之國。劇情推進很友好，如果像正常的 RPG 的玩法，多找角色对話，基本上不会卡住。这部作品的各项基礎素質不錯，戰鬥時的各種動作比較有特色，但這一作的預敵率依然偏高，可用的5個角色最多3個一起登場，同伴也有流動性。系統上還有些做的比較粗糙和敷衍的部分，像是膠囊怪獸缺少說明， BOSS 角色的畫面有些偷懶，而且存在圖形和拼寫的錯誤。我對這些角色了解並不多，因此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個人評價3顆星。天神之劍，遙遠的天空奏鳴曲。這是 SNK 開發和發行的一款動作角色扮演作品，日版按照原名直譯叫弒神者。同年7月份還發行了美版，美版名水晶傳說。在2000年，任天堂還把本作移植發布到了掌機平台，
出了一個 GBC 的版本。20世紀末，人類世界不堪重負，迎來了末日，文明倒退回了中世紀的水平，兇猛的變異生物橫行，幸存者們拋棄了科學，轉而研究魔法。他們建造了一座漂浮在空中的高塔，憑借高塔的力量統治世界。100年以後，作為傳說中救世主的主角從沉睡中醒來，開始尋找自己的真實身份，同時與企圖征服世界的龍之帝國作戰。作為一款動作 RPG 遊戲，有基礎的大地圖探索和城鎮對話，戰鬥是計時制，消滅敵人掉落金錢，獲得經驗值提升等級，人物最高到16級。本作的特色是不同屬性的武器以及圍繞武器的戰鬥系統。角色的一開始拿到一把風之劍，普通的攻擊方式就是揮劍。畫面底部顯示生命值，生命值的下面一行有一個力量槽，按住攻击键可以蓄力，蓄滿之後进行遠程攻擊，但角色要在静止不動的情況下，力量槽才能增长。移動的時候按住按键只能保持槽位不变。通過鑲嵌宝物能讓剑提升等级，獲得對應屬性的宝石讓劍升到2級。升級後，力量槽的最右邊多出一個等級的格子，蓄力遠程攻击的效果也隨之提升。2級以上的蓄力能摧毀迷宮裡的障礙，是解谜常用的方法。獲得对應屬性的手鐲讓劍升到3級，蓄力攻擊的威力再次提升。隨着游戏的推进，會得到風、火、水、雷4把剑，每一把都有对應的宝石和手鐲能升到3級。除了不同的属性蓄力攻擊用来摧毀牆壁解谜，敌人也有对應的克制關係，不同的敌人要用不同属性的剑来对付。游戏裡有4位贤者，達成條件能從他們那裡學習魔法，主要是輔助技能和特殊能力，像是回復、麻痹、屏障、瞬間移動、飛行等等。裝備有盔甲和盾牌2種，其他的都是道具物品。物品又分成了3類：消耗品、輔助品和活动品。消耗品就是恢復生命、解除不良狀態的這些。輔助品像是防毒面具、跳躍鞋子、速度手鐲，選中後使用不會消失，效果一直持續。活动品就是特定的场所或事件使用的消耗品。游戲的流程是在4位贤者的協助下，找齊4把劍，幫助和主角同一世代的女性同伴梅西亞，用不同的元素之力擊敗龍之帝國的4大強敵，然後擊敗龍之帝國皇帝的偽裝形態，最後將4把劍融合成傳說中的水晶之劍，擊敗最終 BOSS 的真身，一個機械怪物。這部作品在動作元素和角色扮演的融合上做得相當優秀，畫面、音樂、劇情、解謎設計、戰鬥動作的流暢性、多樣化和克制關係，整個的內容幾乎沒有短板，可玩性相當的高。最主要的一個缺陷是交互界面和按鍵設置的邏輯。A、B 2個按鍵是按照次要和主要功能的邏輯設置的，物品、攻擊和魔法的按鍵有共用的情況，而且物品又分成了幾類，按照分類有優先級，實際操作時很容易弄錯，加上裝備和部分的物品要在菜單中切換，同時面對多種類型的敵人時戰鬥就很麻煩。除此之外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個人評價4顆星。機甲戰士新的戰爭，由東寶公司開發了一款戰爭策略作品，根據1989年上映的電影《機甲戰士》改編。電影的原名叫 Gunhead， 意思是重型殲滅裝置 Gun Unit 的縮寫，是一部科幻題材的機器人特效電影。上映時用了史上第一部真人巨型機器人影片的宣傳語進行宣傳。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款根据電影改編，而且更為有名的 PC 上的同名飞行射击遊戲。電影講述了在未來的2038年，世界由一種名為泰克斯莫西姆的稀有而強大的元素驅動的超級計算機統治。人類曾經派出了部隊與人工智能進行戰鬥，但最終失敗了，其中就包括了特種部隊 Gunhead。後來一群尋寶者來到機器人所在的島上，盜取人工智能的 CPU。遊戲裡的故事設定在電影結束的2年以後，原創的內容，玩家控制電影中出現的各種機體，再次與計算機戰鬥。開始界面可以選擇最多4名玩家對戰。進入遊戲後，先顯示全島的大地圖，用光標将我方的机器人单位投放在島上的任意位置。之後就是控制我方機器人。戰略遊戲常用的回合制操作，選擇機器人移動，打開指令菜單，包括了查看地圖、檢查部隊的狀態、完成行動，進入下個回合。選中我方單位後，按 B 鍵能選擇使用特殊的裝備。這些特殊裝備能在大地圖上直接使用，包括了釋放炸彈、探測陷阱、設置地雷等等。
當雙方機器人接觸後，切換戰鬥畫面，先有一個雙方參數的對比，要分配各項屬性點數，擁有的經驗值越多，能加的點數也越多。戰鬥模式可以設置成自動、半自動或者手動的模式。在戰鬥的界面，如果是手動操作 ，A 鍵攻擊 ，B 鍵切換武器，消滅對手後，除了獲得經驗值，還可以得到對手的彈藥和所有特殊裝備。地圖上最多同時有8個我方單位，當有單位掛掉，可以用備用資金投放新的機體。有均衡型、重型、輕型和 Gunhead 4種類型。另外，地圖上某些地點有工厂和補給站，能提供物品和補給。最終的目標是取得地圖中央的計算機。进入地图中央的區域後，在這裡有一段射擊類型的 BOSS 戰。這款遊戲當年的評價很差，雖然擁有了策略遊戲常規的各種元素，但這些元素各自都做得不夠好。更糟糕的是，它們只是簡單的堆砌，甚至互相干擾。例如，要進入中央基地，需要機体的能力足夠強，否則在入口就會直接被摧毀，因此就要通過消滅敵人得到足夠的經驗值。但在地圖上使用特殊裝備摧毀敵人根本沒有經驗值，而且電腦也不會使用這部分的內容，所謂的探測陷阱也用不上，這套特殊的系統就完全失去了意義。過大的空曠地圖也僅僅讓節奏變得緩慢，加快放棄了速度。個人評價2顆星。射擊方塊，科乐美開發和發行了一款益智解謎類型的作品。這是一個街機的移植版，街機原版的發行時間是1989年，除了移植到 FC 平台，同時期還有 MSX2 和 Game Boy 2個版本。遊戲的玩法融合了俄羅斯方塊的消除和太空侵略者的固定射擊2種元素。在一個縱向強制滾動的畫面內，玩家控制一架飛機，可以發射方塊，最多一次發射4個，將發射的方塊連接到從頂部逐個落下的不規則形狀上，形成矩形或者正方形，就能將其消除。方塊消除的過程中，畫面停止滾動，這段時間仍然可以持續發射。得分根據消除的方塊大小而有所不同，可以用故意累加方塊的方式獲得加分，也可以將多個不相連的方塊連接到一起，形成一個更大的形狀再消除。按方向鍵上加速滾动，但飛机的上方有一條虛線，如果方塊到達這條線就會掛掉。畫面的右側有時能看到2個數字，斜槓左上方的是該區域內的關卡，從0到9，方塊下落的速度隨着關卡的推進而加快。通過數字9之後就完成該區域的全部內容，結算分數進入下個區域。斜槓右下方是當前的區域，區域越深，放置方塊的難度越大。每消除一定數量的方塊，得到一個特殊的升級。瞄準的光標會變成一個字母，然後在有字母的情況下消除上方出現的紅色或者白色方塊，就能獲得升級的效果。字母 B 獲得額外的分數，字母 C 是一段時間內分數翻倍，字母 E 清除屏幕上所有的方塊，字母 S 一段時間內停止畫面的滾動。在遊戲的開始畫面有2種飛機的圖形可選，但能力沒有區別。還有3種雙人遊戲的模式，一種雙人交替輪流遊玩，沒有什麼特別的。第2種雙人合作的模式，這個模式下2架飛機一起在屏幕內消除。第3種對戰模式，左右分屏，2個玩家分別消除自己這一側的方塊，同時消除掉3個或者更多的方塊，可以抬高對手的位置。這部作品要是不同的人來玩，可能會得到截然相反的評價。遊戲的問題就在於，如果是選擇了簡單的區域，玩起來不用太多的技巧，隨意射擊，組成方塊消除也能通過。在這一步就會感覺比較無聊，沒什麼遊戲性。如果是選擇了更難的區域，基於這種消除玩法的樂趣才會呈現出來。玩家得快速的反應決定策略，有時得快速連續發射，並且故意將方塊堆得更高，或者想辦法將幾個方塊連接，這樣消除的時候才會有更多的緩衝時間，在這個停止滾動的時間段繼續射擊別的方塊。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耐着性子玩到這一步。我個人覺得這種玩法還是不錯的，遊戲評價3顆星。火焰紋章：暗黑龍與光之劍。任天堂的又一大經典 IP 火焰紋章系列的首部作品，早年也被叫做炎之紋章，由 Intelligent Systems 和任天堂共同開發。遊戲的設計師加賀昭三起初的構想是想要做一款遊戲，把任天堂戰爭的戰略元素
與角色扮演裡的角色以及故事互相結合，從而誕生了這部策略角色扮演的先驅名作。雖然之前也有嘗試兩種類型相結合的遊戲，但初代火紋是第一款成功的作品。故事講述了在阿卡內亞大陸，邪惡祭司加尼佛與暗黑龍梅迪烏斯聯手，重建多魯亞帝國，並向周邊國家展開侵略。主角馬爾斯王子在祖國阿利提亞被帝國滅亡後逃離，為了復興，他必須聯合其他志同道合的戰友，以抵抗邪惡的多魯亞帝國大軍。遊戲的內容按章節劃分，每個章節是一張單獨的地圖，共有25張地圖。FC 原版通常在每個章節的開始和結尾的部分，通過角色之間的對話呈現故事。戰鬥系統為回合制，我方回合與敵方回合輪流進行。在我方回合內，分別控制每個角色移動、戰鬥和使用物品。雙方角色接近後，戰鬥切換畫面。簡單易懂的傷害計算公式使它成為了一個高度可預測的系統，但也有致命一擊和命中率的隨機因素。這樣的平衡組合作為核心內容之一，在系列後來的作品裡一直沿用。對敵人造成傷害，獲得少量的經驗值；擊敗敵人，獲得更多經驗。經驗值滿100點，角色升級。成長是有隨機性的，但每個角色的各項參數在升級時加1點的概率都是固定的。每個角色都是預設好的固定職業，騎兵、傭兵、戰士、射手、魔法師等等，這些職業有自己的特點和功能，達到10級以上可以轉職為高級職業。但與後續作品不同的是，本作轉職後的能力提升幅度取決於該進階職業的基礎屬性。武器使用的次數受限，達到極限後會損壞。地圖上的武器和物品商店能購買武器和物品。來到地圖上的城鎮和村莊能觸發對話或劇情。隨着章節的推進，不斷的有新同伴加入隊伍。從初代開始就使用了經典的規則，角色生命值到0會永久死亡。這種設計營造了一種緊張感，即使在戰鬥形勢有利的情況下，貿然推進或者放鬆警惕都有可能致命。這種機制即使在同類遊戲裡也極為罕見，也是本系列標誌性的特色之一。還有很多特色內容受限於篇幅，無法一一介紹。作為一款經典系列的初代作品，本作在剛發布时並不成功。由於當時沒有幾個遊戲把角色扮演以及策略模擬兩種元素結合，加上玩法難以理解，圖形效果也比較差，因此在發售的初期遭到日本不同遊戏雜誌的廣泛批評。前幾個月銷量也一般，之後經過玩家之間的口耳相傳，銷量才略有提升。但這個系列真正迎來高速發展是 GBA 的3部曲時代。在此之前，系列的作品還只是受特定類型玩家的追捧，而且在经过了幾十年的發展之後，現在火紋的很多設計已經和早期的作品，特別是在加賀昭三作為制作人的時代完全不同了。如果是較晚接觸這個系列的玩家，可能會對早期的一些設計感到困惑，像是初代的武器克制和後來經典的武器三角並不一樣。初代的每张出擊人數是固定的，法術和法杖的威力也是固定的，等等。我自己也是從 GBA 時代才開始接觸這個系列，此前暗黑龍與光之劍也是玩的 NDS 版。做這個視頻時再來玩 FC 的原版，就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特別是原版的節奏。不過本作作為該類型的奠基作品，地位毋庸置疑，個人評價4星半。聖馬傳說，最近幾期關於競馬的遊戲明顯變多了。我猜想是90年這個時期，日本的股市不行，炒股賺錢的相關遊戲也沒有了市場，一些遊戲廠商就盯上了同樣是賺錢類題材的賽馬遊戲。本作是日本物產發布的，由漫畫家黑鐵弘負責角色設計並參與制作，他同時也是一個賽馬愛好者。這是一款賽馬預測軟件，而且它竟然是日本物產另一款同類軟件1989年的賽馬模擬本命的續作，上一作在第51期節目裡介紹過。總的來說，還是在軟件內輸入各種參數，執行模擬比賽，呈現結果，作為玩家購買馬券的參考。開始界面有2種預測模式，級別 A 和級別 B， 兩個級別要輸入的項目數量不同，級別 A 要更多。相比前一作本命，這裡的參數要更加的詳細，詳細到你需要花幾十分鐘來錄入一場比賽的全部數據，以至於時間長到你真的相信它可以準確預測未來的比賽結果，並能幫你賺到大錢。數據包括了比賽等級、比賽場地、比賽距離、馬場狀態、天氣、參賽馬匹的各種信息和狀態。
受歡迎的程度、起手信息等20多項數據，全部錄入完成後，開啟一場模擬比賽。系統自動運行一段比賽畫面後，呈現模擬的結果。很好奇當年買了這盤卡帶的人都是什麼樣的心態，是不是真的按照這個預測買碼？不出意外的話，它並沒有這個價值。個人評價1顆星。能源戰士，泰東發行了一款橫版動作類型的作品，遊戲借鉴了不少洛克人系列的設計。音樂部分由山下娟代負責，他曾經是惡魔城的音樂擔當。本作90年最先發行了日版，1年以後發布了 NES 的美版。美版的游戲名改成了力量刀锋，並且採用了不同的主角設計，武器系統和地圖也大幅修改，两個版本区別還是比較大的。下面就分開來介紹。日版的故事是21世紀末，人工智能失控，想要控制世界。主角史蒂夫·特雷伯接受過特殊訓練，精通軍事系统和武器，他要阻止人工智能带来的混亂。遊戲一開始在6個關卡裡自由選擇，任意順序進行。在場景裡按 A 鍵跳躍，B 鍵攻擊。主要的武器是扔回旋镖，起初扔出的回旋镖飛行距離很短，畫面頂部有一個字母 P 的力量槽，武器飛行的距離取決於力量槽的長度。每次扔回旋镖都會消耗力量槽並快速恢復。初始的力量槽大概只有最大值的1/4左右。有2種武器升級的道具，字母 G 的道具增加力量槽的上限，每得到一個增加1/4的長度。字母 P 的道具讓回旋镖變成紅色，有穿透的效果，能提升武器威力。還有一個字母 N， 效果是武器威力的降级，讓紅色的回旋镖變回藍色。另外，字母 B 的膠囊是全滅敵人的炸彈，字母 E 的膠囊回復生命值。這2種道具拿到後可以儲存起來，數量顯示在畫面的左上方。愛心道具能立即恢復生命，也有獎命的道具。關卡的模式都是一樣，一段推进後進入大門，然後面对 BOSS 都是各種機器人。完成前6關解鎖最終的關卡，最終 BOSS 是一個長着胡子、光頭腦袋的機器人。他是总控制中心的負責人大衛叔叔。再來看看美版的內容。美版的故事發生在2191年，地球被主計算機控制，玩家扮演超級計算機的首席安全官諾瓦。由於主計算機故障，諾瓦必須恢復6個區域的數據。開始畫面有普通和專家2個可選的難度，前6關也是任選，選關界面重新制作了。除了主角的形象，關卡裡的敵人和場景設計改動量幾乎相當於一款全新的遊戲。諾瓦的武器還是扔回旋镖，這裡可以朝8個方向攻擊，攻擊距離還是基於畫面上方的力量槽。五角星圖案的道具增加力量槽的上限，紅色回旋镖圖案加強武器的威力，還有一個多回旋镖的圖案能增加同時發射回旋镖的數量。手榴彈道具也是全滅屏幕的敌人，數量顯示在左上方。另外還有一個頭盔圖案的道具，得到後穿上藍色的動力服，這時武器變成發射強大的衝擊波，动力服能夠承受額外的3點傷害。美版裡的關卡流程和日版不同，要先在每關的场景裡找到一名特工，從他那裡得到 ID 卡片，之後才能進入 BOSS 所在的房間，擊敗 BOSS。同樣完成前6關解鎖最終的關卡，最終的 BOSS 倒是和日版裡長得很像。這款遊戲的日版雖然說想要模仿洛克人，但在主角的攻擊強度、關卡設計、敵人位置的擺放和攻擊模式的搭配上沒有平衡好，導致難度過高，而且實際遊玩的體驗也不理想，這才有了美版的大量修改。應該說 NES 的版本有更平衡的設計和更好的遊戲性，還有難度的選擇，加上出众的 BGM， 是一款高質量的平台动作作品。個人評價3星半。SD 大相撲平成英雄場所，這是眼鏡廠開發發行的一部作品。這款遊戲屬於 Competitive Hero 系列，後來的 SD 英雄之挑戰、躲避球、蓋亞戰記，這些都屬於系列的內容。這個系列首次將不同機器人動畫和特攝劇裡的人物跨界融合，以卡通的 SD 形象來呈現這些角色。角色來自於機動戰士高達系列、奧特曼系列、假面騎士系列，以及一些其他當時熱门的機器人動畫。激戰系列也算是從這個概念裡衍生出來的。本作是 Competitive Hero 系列的第一款遊戲，主題是相撲比賽。參賽的角色除了剛說的高達、奧特曼和假面騎士，還有超級戰隊系列。
總共有20部特攝劇和動畫裡的角色，以及2個眼鏡廠原創的角色登場。游戲有個人戰和團體戰2種模式，個人戰在22個角色裡任選，模擬真實相撲的規則；團體戰是5v5的形式，在奧特曼、假面騎士、高達和超級戰隊4個系列裡選擇一個團隊參賽。在之前有幾期的節目裡也介紹過幾款相撲遊戲，這裡的操作邏輯和玩法與之前的相撲遊戲差不多。A 鍵結合方向鍵執行拍打、推動等動作，情報後 B 鍵結合方向鍵使用投擲技巧。畫面下方有紅藍2個橫條，紅色的是體力值，通過各種動作消耗對手的體力，對手體力耗盡就能把對方摔出去。藍色相當於耐力值，影響使用各種技巧。作為特殊角色的相撲遊戲，當然得有角色的专屬必殺技。當體力值低於4%時，畫面底部東方或者西方的漢字會閃爍，這時用 B 鍵發動必殺技。像奧特曼系列的會發射能量光波，高達系列的使用機體的特殊武器、激光劍、浮游炮等等。不同的角色有自己的通關动畫，但需要贏得1000場比賽才會出現。這款遊戲的融合理念很有開創性，因而產生了一系列後續的作品。不過單從作品本身來看，素質不高。作為相撲比賽設計的並不好，沒有什麼技巧可言。不同的人氣角色放在一起看看必殺技，也就是圖個熱鬧。個人評價2星半。最終幻想3，史克威爾的當家 IP 最終幻想系列的第3部作品，也是紅白機上的最後一部，依然由坂口博信領銜團隊制作。前2作分別在87年和88年的年末檔期上市，本作沒有能趕上89年底的檔期。FC 原版的3代只有日版，直到了2021年，這個版本才在日本以外的地區發售。故事發生在由元素水晶守護的奇幻世界，1000年以來，光明和黑暗之力維持着平衡，直到黑暗再次席捲世界，滋生出各種怪物，平衡再次被破壞。在被稱為漂浮大陸的區域，這片大陸懸浮於地表之上，主角是來自烏魯村的4位孤兒，他們被即將消亡的水晶選中，肩負起恢復世界平衡的使命，成為了光之戰士。遊戲沒有沿用2代的成長系統，詞語記憶系統也被取消，回歸了經驗值和等級成長，但也發展了很多新的內容。最具特色的內容当然是職業系統。遊戲一開始玩家就能控制4名角色，他們的初始職業是洋蔥劍士。隨着故事的推進，水晶的力量讓他們能夠轉職為更多的職業。故事開始沒多久，風之水晶就會讓玩家擁有第一批可轉的職業，包括了戰士、僧侶、黑白魔法師和赤魔法師。故事往後發展，能夠獲得更多的可用職業。通常來說，較晚獲得的職業比早期職業更加的全面和實用。到後面還有魔劍士、賢者、忍者等等，可用的職業總數達到了22種。打開菜單，選擇職業這項指令，可以將4個角色自由切換到不同的職業。轉換職業要消耗 CP 點數，這個點數在戰鬥中消滅敵人獲得。特點相近的職業之間轉換消耗的 CP 較少，但像是從戰士轉換到白魔法師，消耗就較多。在戰鬥中積累經驗值，除了提升角色的人物等級，還有職業的熟練度。人物等級決定了角色的基本狀態，升級時的數值成長和正在使用的職業特性也有關係。轉職後，除了 HP 以外的其他能力將變為新職業的設定值。在通過了水之水晶的內容之後，獲得的職業裡有一個幻術師，可以使用召喚魔法，隨機出現白色或黑色的召喚獸。魔界幻使和賢者能夠召喚更強力的合體召喚兽。這部分的內容為系列後續的召喚獸系統打下了基礎。戰鬥系統也有很多新的內容，包括了陣型、背後攻擊等等。有一個我個人很喜歡的設計，戰鬥中角色揮舞武器的次數會隨着攻擊命中次數的增加而增加。整個的故事流程要經歷漂浮大陸和地表世界2大部分，分別完成風、火、水、土4個水晶的相關劇情。在水晶塔擊敗贊德，但它引發的失衡已經造成世界崩壞，黑暗之雲吞噬了贊德，主角們進入黑暗世界，那裡有黑暗水晶，他們與最初的黑暗戰士結盟，黑暗戰士犧牲了自己，削弱了黑暗之雲，最後光之戰士將其擊敗，世界恢復了平衡，人们也回到了原本的生活。在经過了1代和2代的发展之後，本作終於讓史克威爾迎來了飛躍，3代銷量達到了140萬份，也是該系列首次超過100萬份的銷量。商業上的成功加上始終不跟隨模仿，
不但區別於勇者鬥惡龍，並且成為了真正能夠和它並駕齊驅的又一高品質 RPG 系列。儘管由於職業種類過多，導致平衡性的瑕疵和一些漏洞，但不管是遊戲體量、劇情、畫面和音樂的水準，都讓系列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的一作。遊戲評價5顆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還請多多點讚、評論、訂閱和關注。咱們下期再見。